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亲子安全练习。今天我们想用一个很温柔但也很坚定的方式来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当地震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带着孩子，不是用害怕，而是用信心和准备去面对这个时刻。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全地图。我们会从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开始，然后学3个关键的保护动作，也会看看在不同地方，比如在家、在学校、在户外该怎么办。我们还会聊到怎么样透过事前的准备，让心里更安稳，以及地震停了之后要注意什么。那最后呢，我们会发现原来安全感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哦，对了，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哦，我有一个特别的温柔提醒想跟大家分享。好，我们来想一下哦，当大地开始摇晃的那一瞬间，周围可能很混乱。那在这种时候，我们最需要孩子牢牢记住的那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有安全练习的核心。所以说，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对一个孩子来说，最关键、最重要的指令是什么？其实这句很简单的话，就是接下来所有行动的基础。它就像一颗定心丸，能在混乱中带来安定的力量。就是这一句，先让自己安全下来。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做任何事之前，像是跑去找爸爸妈妈，或是去拿东西之前，要先停下来，把保护自己这件事放在第一顺位。那让自己安全下来，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马上停下你手边正在做的事情。再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跑，因为你想想，在摇晃的地面上跑，真的很容易跌倒受伤。所以呢，我们不慌乱，不推挤，避免任何可能危险的移动。这一步其实就是用一个很清晰、很冷静的专注来取代那一瞬间的恐慌。好的，当我们做到了第一步，先让自己安全下来，稳住心情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个全世界通用的，在摇晃中最能保护我们的3个关键动作。这3个步骤就是趴下、掩护，还有稳住。英文就是 drop、cover、hold on。这3个词很简单，但它们是我们在地震中一个非常强大的保护工具。好，现在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拆解，看看每个动作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看这个图表哦。首先，趴下。为什么要趴下？因为这样可以把身体的重心压低，才不会被剧烈的摇晃给震倒。再来，掩护。这个动作是为了保护我们最脆弱的头部和颈部，避免被掉下来的东西砸到。如果旁边有坚固的桌子，就躲到桌子底下。最后是稳住。也就是要紧紧抓住你躲的那个东西，像是桌角。站在摇晃的时候，你跟你的掩护物才不会分开。这3个动作连贯起来，就能好好保护我们的身体，直到摇晃停止。当然，地震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嘛，所以学会怎么在不同的环境下应用这些安全原则，就变得很重要了。我们来看看几种常见的情况。好，如果地震来的时候，我们刚好在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要快速找到家里的安全角落。最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坚固的桌子底下，或者是在比较稳固的家具旁边。那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哪些地方要赶快离开，像是窗户旁边、吊灯或吊扇的正下方，还有那种高高又没有固定的柜子旁边。如果在厨房，也要记得赶快远离炉火。在家里的关键就是快速判断哪里安全，哪里危险。那如果在学校呢？在学校的黄金守则就是听老师的指示，因为老师们都受过演练，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孩子们要做的就是马上躲到自己的书桌底下，保护好头跟脖子，然后保持冷静，不大叫，不推挤，乖乖待在教室里，等老师说安全了才能动。好，那如果我们人在户外，这时候的目标就是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离大楼、路灯、电线杆远一点，因为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倒下来。然后一样蹲低身体，保护头部。那如果在车子里呢？这时候就要慢慢的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打开警示灯，然后就待在车子里等摇晃结束。记得哦，要避免停在桥下、天桥或是大树底下。所以你看，不管在哪里，核心目标都一样，远离可能会掉下来的东西，然后安全的等待。你知道吗？真正的安全感其实是来自事前的准备，把我们的家变成一个更安全的空间。
这是在任何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就可以主动做到的事。现在我们来聊聊准备一个家庭紧急避难包。它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背包，但在紧急的时候，它真的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个背包应该要放在家里每一个人都知道，而且很容易拿到的地方。那避难包里面要放什么呢？最基本的要有可以喝的水，不用煮就可以吃的食物，一些急救用品，保暖的衣服或毯子，还有重要证件的影本。我觉得全家一起来准备这个避难包，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家庭活动哦。它会带来一种很平静而且很有力量的感觉。除了避难包，我们也可以动手检查一下家里，比方说把家里比较高的柜子，像是书柜，把它们固定在墙上，还有把比较重的东西尽量放在下层的架子上，然后随时确保家里的逃生路线是畅通，没有杂物的。这些在家里做的小小调整，真的能在地震发生时大大降低受伤的风险。好的，剧烈的摇晃终于停了下来，我们可以先深呼吸一下。不过，我们的安全意识还不能松懈哦。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记得。这时候，我们可以很温柔地告诉孩子：“地震停哦，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这句话一方面安抚了孩子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提醒他们保持警觉，是接下来保护自己的下一步。因为主震之后通常还会有余震，所以要随时注意有没有东西掉下来，还有千万不要急着跑回已经受损的建筑物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仔细听大人或是救难人员的指示。如果家里已经不安全了，就按照指示到指定的安全地点去。这个时候我们的行动要放慢，要仔细听，而且最重要的是家人要待在一起。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教孩子这些很清楚、很简单的步骤，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背后其实有着很深的意义。因为当一个孩子处在极大压力下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其实很难做复杂的思考。但这些简单可以重复的步骤，就像是给他们的大脑一张清晰的地图，让他们可以几乎是自动的跟着走。这样做可以大大减少他们的恐惧和混乱，反而赋予了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有能力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这也带出了我们今天我最想分享的那个温柔提醒，就是安全是一种可以被学会的技能。我们教孩子这些真的不是为了要吓他们，而是为了教导他们韧性、准备以及相信自己有保护自己的力量。好，现在让我们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变成一个小小的家庭行动吧。这个礼拜找的时间，全家一起在家里走一走，讨论看看每个房间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大家一起实际练习一次趴下、掩护、稳住这3个动作。真的谢谢您今天的参与，我们希望这次的分享能为您的家庭带来一份平静的准备和一份安心的力量。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多这样温暖而有力的支持和引导，欢迎您订阅按亲子书房练习曲。我们下次见喽。